相互寻找。情的背面只能是狂热的燃烧。不要问情有多重，你我在伤痛中缓慢雨过。情到尽头，只能是艰难的沉沦。 一生对你的呼唤，拥抱你，所有的感意都化作一缕心头的缠绕。靠近你，万般的无奈都化作一生对你的呼唤。 在人海中相互寻找，情的背面只能是狂热的燃烧。不要问情有多重，你我在伤痛中缓慢雨过。情到尽头，只能是艰难的沉沦。情到尽头，只能是艰难。 沉沦。啊。 这小子应该就在这一带。赤队，这小子在黑桥市场消息挺灵通的，找着他，咱们可能能问出点什么来。 起来，起来！啊，来，行。这儿呢。喂，高警官，什么事儿啊您？哎，我问你，最近你有打黑车没有？没有啊，我早就不干了。我是大闹良民，您知道您呀？你少跟我废话！你要是良民，毛六都上树了。哎，你好好打听打听，如果有这样的车要出手，你马上打电话跟我们联系。 你听清楚没有？听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越快越好啊！好嘞。你要跟我装蒜的话，我一天找你8回。好嘞。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你有电话吧？有。啊，有。记着啊。哎，记着。这件案子的社会反响比我们预想的要大得多，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被记者和老百姓打烂了。 如果不尽快破案的话，社会的反响会越来越大。更重要的是，凶手还会再次作案。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，我们必须尽快破案。今天我们刑警和交警的领导坐在一起开个会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共同配合，尽快的把凶手捉拿归案。我们交警部门一定会全力配合。若风、志明，你们 觉得难度大吗？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，确实有难度，但是请领导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破案。局长，有紧急情况，据线人报告，那辆失窃的奔驰车将在今天进行交易。局长，您看，你下命令吧。马上通知各组立即行动。是。走了，局长。好。
哎，队长，车来了，我走了啊。别动，站这儿，站这儿别动。这位是李老板，你们谈着，我先走了啊。就你要车啊？啊，就这车，你出价？你看这价钱行吗？我们是不是有点误会啊？高杰，哎，徐队，怎么样了？哎呀，这车里面处理的非常干净，即便这辆车啊是凶杀案中的一辆，但是里面也找不到任何遗留线索。那车的发动机号和车底的编号有没有打磨？不愧是队长啊，磨了，但是没磨干净。你看，这还能隐约能看出来。马上取样，通知检验科核实。知道了。行啊你底案够丰富的你啊，把手拿出来。1989年因盗窃罪被判入狱，1996年因拦路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说说吧，那辆车从哪儿来的？是我一个朋友的，他托我帮忙给导出去。你看清楚了，看清楚了。你所谓朋友的那辆奔驰车发动机号，跟1个月以前向警方报失的那辆奔驰车发动机号是一样的。如果车主是你的朋友的话，他并没有出国，而是在1个月以前就被人谋杀了。说吧，不说是不是？啊？好，你不说也行。就凭现在这证据，就可以定他谋杀罪。定吧。别，我说，靠墙站着。其实这车不是我的，我只是个中间人，每次我都是跟一个叫老黑的人联系，我们只是通过电话联系。你怎么样用电话联系？每次他搞到车，他就打电话通知我。然后我就到指定的地方把车开走。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取得交易的。我从来不知道他车的来路。其实这事儿也不是特别好查。我觉得，反正队长看个桃子似的。我已经核实过范强的电话记录了，还有个公寓电话跟他联系过。是哪儿的公用电话？是一个居民区的。哎呦，这事儿可难查了。那每天打电话人海了去了，这不跟海底捞针一样吗？
就属你小子贫，上辈子肯定是说书的。我上辈子哑巴，行了吗？其实我们的线索并没有完全断，根据范强的口供，我们已经发现他们提车的地方。你看，基本集中在这个路段，还有这里。也许这就是罪犯犯罪的路段，所以我们要对这个路段进行严密监控，啊。现在我们只有守株待兔了。最好让范强的手机保持开机的状态，也许他们还会联系啊。应该叫交通队配合我们一下。对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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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有电话你怎么不帮我接一下？对不起，我没有帮你接电话这项任务。哎呀，怎么办？哎，严昭啊，我是小鹿。哎，对呀，你快一点儿！这样你别问了，去神明路18号。对，快要出人命了啊！小华，小鹿姐，你少来装可怜，你到底欠人家多少钱不多，8000块。？8000？你要死啊！你怎么借这么多钱？我要做手术，等着用钱嘛。你跟我借啊！我有钱，跟他借什么？嘿，找我们借钱怎么了？我有钱借给他，是他没钱还我。我可告诉你，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。你要是再不能把钱还我的话，你借多少，我可就要在你脸蛋上划几刀子。这个，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？你放开我！是不是你替他还啊？住手！严昭，你怎么才来？我告诉你，他可是警察，别乱来。警察？警察有什么？是他欠我的钱，欠债还钱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看清楚了，我是警察，最好给我马上闭嘴。放开我！放开他！我可没时间跟你扯什么天经地义。放开他，要不然一会儿去了警察局，这事情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放开！小鹿，我们走。呸！臭婆娘，算你行。你妈没教你说人话，对小姐要放尊重点，叫小姐，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你听见没有啊？叫小姐，叫啊，叫啊你！对不起，小姐。赶快给我叫！王八蛋，敢揪我的头发，你找死啊你！王八蛋，我告诉你，我会还给你钱的。该真的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及时赶到，那我们就惨了。还说呢，那种人钱是不能借的，你干嘛找人借那么多？那利息比你借的钱还多。你搞错了，其实不是我要用钱，是他那个女孩子，她交了一个男朋友，结果……什么？恋爱会那么贵吗？说了你都不会懂了。不懂你可以告诉我啊。就像人事物有2个方面，就像人也一样。哦，我忘了，你是法医。反正死人和活人的道理都是一样的，告诉你也无妨。来，
这有什么？这只是正常的生理反应，就像女性的生理周期有2个阶段一样。哎呀，不要再说了，这是在马路上，不是在你的实验室。哎，不过你今天真的好英勇啊，尤其手那么一直，简直酷毙了。原来，在你的外表下面，除了古怪，还有另有的一面啊。我早说了，人是有2面性的。哦，对了，你加上今天一共欠我3810块0.2毛。不会吧？怎么还有零有整的？对了，我忘了提醒你，上次你找我借钱的时候，那11块0.2毛加进去了。啊，好，都在我哥这儿算。真没想到，原来你的古怪外表下面出了古怪，好佩服。不是的。哦，你现在没事了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喂！小陆，丽妮，哎呦，我的脚！哎呦，疼死了！怎么了你？啊？你这什么破跑步机啊？怎么一上来就动啊？这么晚了，你跑什么步啊？你跑什么步？我都摔倒了，你还不服我，还骂我！行了，起来！疼死我！行了，没事，起来吧，起来。哎，行了，没事吧？啊？很疼啊！能不能走了？不能走了，很疼。那我扶你回去，走，扶你回去。你抱我回去。哎呀，你到底能不能走啊？我搀着你就不错了，我还抱你回去。你没事吧？你这不没事，你让我抱你回去干嘛呀？你自己走不就完了吗？你嗯什么嗯啊你什么时候摔不行啊？偏现在摔？哇，好一对金童玉女啊！你真是好煽情，好煽情。把他搀回去。哎，你。他不抱你啊，我抱你。行了，神经病啊！哎，你的脚不是摔坏了吗？你脚才摔坏了，你小骗子！刚才那辆白色捷达，好，我去追。A23，请协助拦截一辆白色捷达车，车牌号不详。我们当时巡逻到这儿，发现这辆大奔停在路边，当时我们还以为车抛锚了，结果发现被害人就停在那儿，当时已经死亡。科部门注意，拦截情况怎么样？哦，因为嫌疑犯的车牌号没有看清楚，所以情况不能确定。不过我们已经通知了各个路段交警了。好，哎，徐队，死者是个男性，年龄在30岁左右，身上的衣服基本完好，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，但是他的脑后，有2处伤痕，应该是用钝器所致。我们在现场勘查，就那辆车标的前面，用手套去摸，有血印，很可能是第4起连环凶杀劫车案。哦，这副手套呢是我在死者旁边的杂草丛里找到的，我会去交给人昭，再做进一步确定。现场还有什么发现？
现场死者身上除了钱包和证件之外呢，我们还发现了这部手机。这部手机一直紧紧地抓在死者手里，这说明在死者整个死亡过程当中，一直牢牢地抓住这部手机。还有，我们找了很多地方没有找到车钥匙，是不是找一个人过来开锁？你来安排吧。知道了。先请大家看几张照片。好，这是4起连环杀人案死者照片，你们注意看他们的死者头部伤口，他们的头部伤口都有2处，大约长6厘米，宽20毫米，最深的部分都在伤口的顶端，说明凶器的着重点在上部。从伤口上看，死者是被凶手一击毙命，头盖骨应该是人体最硬的部分，而凶手能够如此稳准狠地直接导致头盖骨裂开，说明他的手臂很有力气。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右手使用者，是很难造成这种角度伤口的。所以我猜测，凶手是一个左撇子，而且肌肉发达。如果是凶手有意扰乱警方视线呢？用右手也可以一样有意识朝这个方向打呀。我们还有其他的证据，凶手在现场留下的手印是左手，而且高杰在现场也找到一只沾满血迹的左手手套。如果凶手是持左臂单击死者，那么左手接触血迹的可能性最大。其次，他为什么单摘去左手手套？最好的解释就是他要使用他的左手。有道理。可是我们在市里找一个凶手开的捷达车都那么困难，更别说找一左撇子了，是不是？我想啊，我们现在先从现有的线索入手。高杰，我听你说，死者在死亡的过程中手里紧紧地握着一部手机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这部。他为什么紧紧握着手机呢？也许当时对于他来说，这是个最重要的东西。7758，这好像是个电话号码。电话号码没有4位数的，也许他还没拨完呢。不，他肯定是按了发射键的，要不然这号码不会留下来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7758，亲戚我吧？我觉得是不是凶手驾驶的捷达车的车牌号码？司机在临死前，利用这种方式留下了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数据。一定是车牌号，我去查一下去。队长，查到了。高杰，到位，马上行动。Yes。我根本不知道你们所说的什么谋杀案。前段时间我一直在外地出差呢，今天刚回来，这不，机票还在身上呢。这段时间你有没有把车借给别人？没有啊。我走的时候把车放在门利汽修厂大修呢。放在哪儿？门利汽修厂。你们老板在吗？我是老板，戴蒙。请问你们有什么事？我是刑警大队的队长徐若风。有个案子，我们想了解点情况，希望你能协助我们。好，没问题。5号啊，5号就大前天啊，我一个人在家看电视呢，对，就我一个人，看的是中央3套，对，播的是足球，我记得是。你在这瞎扯什么你？啊？中央3套能播足球吗？中央3套是戏曲节目，知道吗？半夜凌晨1点就没了。对，那可能是我记错了。你抖什么？你抖？你是不是心里有鬼啊？我没鬼。没鬼，你跑什么？
刚才我还以为是你们知道我偷了徐瑞生的钱，所以说我就跑了。签字。签字。签哪儿？签这儿。你是昨天吗？是啊。那个时候你在哪儿？我记得是那天是我女儿的生日，我一晚上都在家啊。我老婆和我女儿都可以作证。来签字。老老实实交代啊。那天我和女朋友吵架了，然后去酒吧喝酒。那酒吧老板嘛是我朋友，他可以证明我。说。那天老板让我到天津去接车去了，对，就是5号。说。当天我洗人生挤完车，看天太晚了，就在天津住下了。我记得是在离步行街不远的一家小旅店。5号晚上是吗？我在看电影。这是3天以前的事情了，你好像记得很清楚。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我还有那天晚上看电影的票根。是美国大片《兵临城下》，拍得不错，场面也蛮大的。不过我觉得还是有点落入俗套，少不了俊男美女的。戴蒙，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配合。不过那个叫叶平的先生，我们还想留一下，做进一步的调查。没问题。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，尽管找我。好的，谢谢。哎，大毛，你刚才说的那个电影里的女主角漂亮吗？漂亮，前凸后撅的，要哪儿有哪儿。不过更刺激的是坑道那场戏，旁边睡了一个连的人，你猜怎么着？毯子底下2个人就搞上了，火爆着呢。有空去看看那电影。你回来啦！我来给你做饭呢，一会儿我就好啊。哦，沏了杯茶在桌上，给你沏好了。老哥，你可真幸福啊！啊？你怎么不去做饭？那我不在看别人吗？看什么电视了？美国最新大片《兵临城下》。兵临城下。哎，说是这里边有一段是男女主角的戏，是特别刺激，是吗？哎呀，对呀对呀，绝对的儿童不宜。所以啊，电影院放的时候把这段给剪掉了，只有在碟片上才能看得到。不过更刺激的是坑道那场戏，旁边睡了一个连的人，你猜怎么着？毯子底下2个人就搞上了，火爆着呢。有空去看看那电影。他撒谎。我没撒谎，真的电影院放的时候把这段给剪掉了。我没说你撒谎。阿蒙舅舅，哎呦乖，阿蒙舅舅给你买个小熊，谢谢舅舅。谢谢舅舅。阿蒙舅舅，你1个星期都没来看我了。哦，阿蒙舅舅工作忙。好，阿蒙舅舅答应你，下星期带你去游乐园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得到小红旗呢？我在游园画画，得了2面小红旗，你等着，我拿给你看。哎，乖，好，赶紧的。哎呀，这么久没来了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我跟你讲啊，你有什么事可别瞒我。就是厂里活多。你们是？哦，请问戴蒙在这里吗？里边。你们2位，什么事儿？戴蒙，我们怀疑你跟几起连环杀人案有关，请你们跟我去核实一些情况。没事儿，他们是找我了解一些情况，放心吧。阿蒙舅舅，别走。哎，乖，好，
哎，毛头怪，毛头怪，阿蒙舅舅是帮警察叔叔去抓坏人，一会儿就回来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小熊都掉了，好好拿住，啊！来，大爸爸过去，哎，听爸爸话。乖。好，我再说一遍，那天我一个人去看电影了，电影的名字叫《兵临城下》，里面有一场很火爆的戏。我看这场电影里表演最精彩的就是你。那里边是有一段很火爆的戏，但是在电影院你看不到，只有在 VCD 里才能看到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说的没错。是。那天我没去看电影。那你为什么撒谎啊？撒谎是人的本能，而我对你们警察撒谎的原因再简单不过了，就是我不想给自己找麻烦。你撒谎的理由并不成立。如果你真的与本案无关，我们也不会冤枉你。同样，如果你真的犯罪了，我们也不会因为你的撒谎而逃脱。随你怎么说吧。我说不过你，我就是想。你少废话！我问你，11月5号晚上12点到凌晨3点之间你在哪？那天我特累，一个人回家看书去了，不到12点我就睡了。有证人吗？没有。那你怎么能又证明你不在案发现场呢？警官，我没有必要做什么事都请一个人来为我做证人吧？再说。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在案发现场？你放心吧，有了证人，我们第一个通知的就是你。这2个手印如出一辙。看看，或许凶手用了和你一样的习惯动作。我想这2幅作品，作者是一个人吧？你不能证明这是我的手印，你顶多能证明跟我有同样习惯的人有作案嫌疑。而我告诉你，池警官。凡是修车工都有这样的习惯，因为手太脏。徐队、池队，我们在修车厂的垃圾桶里找到了这副带血迹的手套。好极了，马上送检验科。是。还有，把这个拿去跟现场的血印做一下比较。知道了。戴蒙这样的还真少见，够能扛的。哎，这还叫能扛啊？哎，还记着不记着去年夏天我跟池明办那件杀人案，那小子还叫能扛呢。你说是那情杀案吧？对，就是那个。当时那小子，哎，表演的那叫真。要不是你给他来一个什么案件重演，哎，他能招，还挺着呢。那次我记得，要说像啊，还是高蛋白演的是最像，那个尸体演的那太像了。哎，我踩他手的时候，他都没吭声，最后还没问了，那小子全招了。哎，吴妈，你要说起来，我还没报复你呢。不过像戴蒙这种人啊，我觉得要搁在旧社会，就给他灌辣椒水、上老虎灯，实在不行给他弄个五马分尸，我就不信他不招。哎，我说你啊，现在可是得有证据啊。不过他要是狐狸，早晚得露出尾巴来。高杰啊，哎。检验科那边的化验结果出来了没有？还没呢。那你们大家怎么看？哎，徐队，我是这么看啊，那个按照咱们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哈，这个凶手啊肯定在修车厂那6个人当中，
现在呢，咱们已经排除掉4个了。那呢，我们现在调查的焦点呢，就应该放在这个叶平啊，还有这个戴蒙身上。但是你说会不会存在其他的可能性呢？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，可能性永远是存在的。证据才是寻找最后结果的唯一途径。我看不见得。有的时候，我们把注意力过多的放在集中排除各种可能性上，这反而会耽误更多的时间。现在最大的嫌疑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戴蒙。你凭什么这么肯定？直觉。好吧，那我告诉你，现在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指控戴蒙，我们能压他的时间已经很少了，所以我们必须在很少的时间里寻找到足够的证据。好消息，手抄上的血迹血型跟死者的完全一样。太好了。但你不要高兴得太早，你们送来的手印和现场留下的血手印，我只能是依据个人的判断，从外观上看是很像。因为现场的接触性血状就是血手印，是凶手戴着手套留下来的。既没有指纹，也无法确定手掌的确切大小，所以很难对2个手印进行鉴证。谢谢。没事。哎，出去吃点东西吧。啊，不用了，队长，我还是回家吃吧。你怎么总不出去吃饭，省钱娶媳妇呢？啊？谢谢队长。走了。哎，再见。再见。喂，哎，小陆啊。哦，不用了，我吃过饭了。啊。这炒饭很好吃的，你也来一份。不用了，我刚刚吃了碗阳春面。哦，对了，我买了一部新手机，不错吧？好看。哎，你有钱买手机，那你上次找我借的钱？哎，你要搞清楚一件事儿，那钱不是我借的，是我的小姐妹借的。以后呢，她有了钱就会还给我，我呢自然会还给你的。不过呢，为了向你表示感谢呢，我还是会送一样礼物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拿手机一部，不错吧？你那个手机太旧了，拿着吧。哎，这个手机怎么好像你以前用的那个？是呀，只用了3个月嘛，跟新的差不多。我送了一台手机，你是不是也请我吃饭呢？好吧。一碗炒饭要60块钱啊？怎么了？已经很便宜了。志明，我回来啦！你在干什么呀？志明不在，是你呢？哎，下次呢，我哥洗澡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记得他不要关浴门啊，也不要这个用浴巾啊，不许拿我开玩笑！我就不明白，你说你妈怎么生了你们兄妹俩呢？啊，这情况反差也太大了。很简单啊，我妈生我哥的时候呢，看的是《西游记》，到生我的时候就改看《大话西游》了，所以你就没个正形。谢谢。你变性了？你头发怎么长回来了？你谈恋爱了吧？你肯定是又谈恋爱了。你不用柚子行不行啊？那人家也是为了配合他的形象嘛。哎，谁呀？这他是谁？给我说说。严昭了。你怪法医？他就是他。你会爱上他？不知道，不过呢，他已经过了2关了。还过了2关了，说的跟真事儿似的。怎么过的？说说。先是呢，他英雄救美，就帮了我一次。再就是昨天晚上，我对他进行了人格测试。怎么测的？昨天呢，我在他家过夜的。哎，别乱想，别别乱想。
他睡沙发，我睡床的。不会吧？睡觉之前呢，我把一根头发缠在了那个门把手上。哦。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呢，那根头发还是好好的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严昭是一个难得的老实人。你这么做，就是为了对他人格测试。那要不然我怎么了解他吗？哎，要是昨天晚上哈，这根头发他要是断了呢？哼，那他今天就得去口腔医院补牙了。切，得了吧你，说的跟真的是，到时候你就舍不得了。哎，什么时候确定关系啊？那我得确定他同样爱我之后才能回答你。感情说了半天，您这是一头热呀？您这是？不啊，加上你就是两头热啦。你就蒙我吧你。哎，不过说真的啊，我觉得最近你和我哥好像挺有进展的。不许拿我开玩笑。我首先是要当警察，我一定要当警察。而且要当那种啊，可以管驰名的警察。行了，别假惺惺的了。你那点小心眼儿，我还不知道。你这一大包吃的给谁买的啊？给你买的。行了吧，这都是给我哥买的。给你买的。我哥命还真好，居然有人给他当义工。哎，不过我跟你说真的，你还真是不了解我哥。我哥其实是一个特别讲究生活细节的人。他经常说啊，人类最失败的发明就是这种垃圾食品，吃这种垃圾食品，还不如直接去喝农药呢。是吗？我觉得像他生活这么不规律的警察，应该喜欢这种方便食品的。那你就错了。哎，你哥呢？星期天他也不在家。他什么时候星期天在家待过呀？倒也是。喂，厨师，你今天可是迟到了啊！迟到？我又没约过你，怎么会迟到呢？约什么约呀？这照例练习呀，这还用约吗？你应该来啊！哼，我忘了告诉你，今天我约若风去听音乐会，训练我就不去了。大白天的听什么音乐会啊？是下午小型音乐会，是美国的钢琴家叫什么哈里森。训练你就自己干吧，好吗？师长还练习吗？我给你做保护。不练了，谢谢。叔叔，你这个矿泉水的瓶盖还要吗？不要了，你要？啊。要它干嘛？我已经收藏了30多种瓶盖，就差这种了。收藏？啊。结束了。周石，你好，看你，既漂亮又庄重。是吗？但是我不是为了你而庄重，我是为了哈里森而庄重。我喜欢收集门票，有空的时候我会把以前的门票都翻出来，一一的回味。今天的门票就更有意义了，我要把它收藏好。付出多少才能不负你的情？承诺多少才能安慰你的心？再多的誓言都只是一句地老天荒，再久的守候都只为刹那间的拥有。触摸多久才能触到你的心？凝视多久才能看到你的心？唯一的愿望就是让我收藏你的伤痛，短暂的拥有就足以让我与你到白头。
看时光流逝，爱你到永远。我愿意曾经沧海，看时光流逝，爱你到永远。